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我已经上楼了。业主家自己准备的鞋套。今天我们安装的是厨房电器洗碗机，没想到已经拆箱了，而且已经固定在柜子上面了。这个还要拆下来，因为后面的管路和固定的东西全都没有装。这个一定是前期安装木工老师傅打柜体的时候，为了对比这个尺寸，提前把它给镶进去了。拆了螺丝直接拉出来发现两边都没有提的那个把手，小心翼翼吧，前面是钢化玻璃啊。看到这个水管，大家觉得眼熟吗？我们经常安装那个智能马桶盖的时候，某一款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水管还有卡子。看一下这个进水口，进水口的位置呢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快接，接好以后把这个卡扣卡上去就可以了，设计的非常简单。这是另一根，这是一根排水管，排水管呢接口是软胶的，然后有一个弹簧卡，把这个弹簧卡卡到这个位置。比较粗的这一端呢是排水管的末端，这个要接到排水口，也是一个软胶质的，可以插到排水管里面，也可以插到那个专用的那种下水接口上，用弹簧卡卡住也可以。我们是最后一步了，帮业主把卫生搞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图纸，这个安装图纸和这个主机呢是一样大的，而且它有这个打孔定位的地方。因为在这个主机推进去的时候呢，在底部有两个卡扣，它是防止这个机器你拉出来的时候它向前倒，就是这两个挂片，而且它分了 N 和 L， 是一左一右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按照主机的北方位置，把这个图纸刚好放到这个柜底，按照这个样板的尺寸呢，用螺丝先打几个定位孔，两边一样的操作。定位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样板纸可以撤掉了，然后用螺丝把这两个防倒挂片固定在我们开好孔的位置。它这个机器推过来的时候，刚好下边这有个钩呢，看这个，这个槽推过来就勾到这个槽里。这个就是设计的细节了，在这个管路的走向位置呢，有这么一个卡片，这个可以把这个管路呢卡在这里，防止它乱跑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主机呢推进去了，当推进去的一瞬间，这两个挂片就会把主机的后端勾住。其实像这种柜体安装的话，还要锁两颗螺丝，这个柜体它是不会动摇的。后边两个挂片不装其实也可以，它是针对比如一些空旷的空间，这个机器拉出来的时候有碗筷会前面重后边轻，防止它倒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厨房水槽的下面容纳了多少东西，这个包括了暖气的分水器，还有入户的水的这个前置过滤器，包括了一台净水器。现在里面比较乱，东西比较多。现在我们关了水，把这个进水的3筒给它接上。现在冷水搅阀上已经接了一台净水器了，现在要加这个，要接一个3筒了。来的时候脑子短路了，找配件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铸铁3筒。蹲在这里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呀，我车上还有一个活结3筒呢。这就麻烦摄影师要跑下去一趟了，把这个活结3筒拿上来。车在小区的外边，这跑出去老远了，这个小区10几栋楼。用这个3筒接的话，这就效率高多了，这样避免了缠生料带再加装对丝，有那么多接口，避免了一些漏水的风险，这个就可以直接上了。看人家这个胶垫设计的，这就是细节，直接接在净水器上边的接口上，然后上边这一端呢就是水槽水龙头的冷水管，里面的空间比较狭窄，干起活太难受了。安装最后一步就是这个下水管了，我们这个下水管呢要给它设计一下了。现在这个排水管塞在里面的话，间隙太大了，这样容易反抽。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前置过滤器的排水管，这边是一个净水器的浓缩水管，这都要接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装的这台洗碗机的排水管。
这个如何完美的融接在一起呢？我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刚好它也有一个防臭胶塞，在这个软胶上边呢打了2个孔，这个孔呢不要开的太大，开2个小孔，然后把这个进水器的 PE 管和那个前置过滤器的排水管，它俩是一样粗的，从这个洞呢塞进去，这个是孔打的比较小，塞的时候呢它会挤得很紧，不会漏气，不会漏水。插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防臭胶塞呢也给它装上去，它们是配套的，所以塞起来特别的紧。这样的话我们塞到这个50管里面就起到了防臭的作用。柜子里面的空间有限，我只能尽量的给大家看了，出来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这是他之前用塑料袋塞的那个部分，这个塑料袋就不用了，给它扔掉了。刚才我说的这2颗螺丝呢，就是这个位置的，它是和木柜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说这个机子可以不用装后边2个挂片，它也是很稳固的。洗碗机内部的这些固定胶带呢，全部给它撕掉。客户说那就放2个碗洗一洗吧，这把我整懵了，这放在哪里合适呢？此时此刻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只见过猪跑，没吃过猪肉。只能根据里面的槽看哪个位置放比较合适就放在哪里吧。这个实际操作的话，在客户日后使用要针对说明书去看。这个洗碗机日后要大量的普及啊，因为这个可以减轻劳动力。针对天天在家里面做饭的，这洗碗也是一项大工程。尤其家里面人多的，把这些碗筷了、盘子了全部都塞进去，这就不用管了。当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拿就 OK 了。大家觉得这设备怎么样呢？适不适合我们家家户户都必备产品呢？像洗衣机一样。